为了守护百姓而毁灭，我死得其所。所以不要哭，好不好？今年的送别舞会，你舞伴找好了吗？嗨，瞧我问的什么傻话！你那么受欢迎，来邀请你的人一定很多。不会吧？明天可就是舞会了。都火烧眉毛了，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着急啊？校规还没规定一定要男生邀请女生呢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以主动去邀请夏燕啊。你们两个从入校起就事事争第一名。本来以为你们会不对付，后来却成了最有默契的搭档。我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当你的舞伴了。没有，我听说他拒绝了好几个女生的邀请，说不定是在等你哟。我可没有胡说。哎，你不知道，4年来我们班的同学都在猜你们两个到底谁先告白。我想，正是因为朝不保夕，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只争朝夕。你还记得程彤学长吗？我有时候很后悔，没有好好的告诉他我的心意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我只是有些遗憾而已。所以，你可不要像我这样，如果喜欢谁，一定要告诉他。这架飞机刚刚是在跟我们打招呼啊！你怎么好像一点都不惊讶？啊，你不会是认识那个飞行员吧？夏燕，他还会开飞机啊！所以他刚刚是特意跟你打招呼了。好巧，你开着这么大的坐骑过来，真的只是巧合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那夏同学找我们有什么事吗？我是特意开飞机来找他的。我可以
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？那我们……那个，我忽然想起来，还有点东西要找校长签字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啊。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可要好好把握住。对于现在的你来说，这就是正事，快去吧。你还好吗？哦，那个，我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我说，我是想问，你愿不愿意在送别舞会上当我的舞伴？啊？难道你已经答应别人了？不可能啊！我明明把那些人都赶走了，不可能还有人来约你。好啊，你想比什么？其实比什么都行，只要不是破亿，我都有信心。唉，早知道我就不说了。当然要比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好。你来了。啊？什么呀？我没有偷藏东西啊。不是要比赛吗？怎么比？摩斯电码可以是可以，但这里没有发送电码的仪器啊。没有，不过只是用于计时的话，可以用我的留音笔试试。只要点击开始键，它就会累计时间了。现在秒表有了，可以说一下敲击规则吗？了解了。你先来吧。稍等一下。会议出来了，你问我毕业后准备去哪里？我当然是去前线。现在闽宁城的局势比4年前更严峻，据说已经有不少尹亚城的人混了进来，可能接下去会有动作。
我作为闽宁城的一份子，就应该把学校所学用在守护家园上。好，那你把手伸出来。那我开始了。不愧是密码学第1名，几乎是同步就破译出来了。那我问清楚一点，你毕业后有什么打算？还有，等闽宁城的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你想做什么？那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，陪你一起读书学习，一起去看世界上其他的风景。我们看看计时吧。啊，果然是你破译的更快，我输了。我应该听杨哥的话，早点邀请你。你是说你愿意当我的舞伴？可我不是输了吗？好像是哦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出任务前，你托同学给我送信，约我来这里吗？那也是我第一次收到女孩子给我的信，还特意去跟杨哥商量。当然没有，我只是把你约我去训练室的事告诉了他。杨哥，如果有人给我写信约我在训练室见面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哎，这么快就有人约你啊？是不是女孩子？嗯。那还用说，人家女孩子肯定是看上你了，要跟你告白。告白？对啊，肯定是啊，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。哎，是谁啊？我认识吗？杨哥，这是他的隐私，我不能告诉你。行啊，这就开始保护上了。你是不是也对人家有意思啊？你别胡说。好好好，我不说。不过，夏嫣啊，既然人家约你，你就得穿得帅一点。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，都不能辜负对方的心意。嗯，我知道了。抱歉，我迟到了。哦，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你特意找我来，只是希望我教你防身术？
没关系，我教你。你情报课的成绩确实比我好，但防身术还是我更胜一筹。而且你是我的搭档，帮你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不客气，我们快点开始吧。说实话，有一点儿。好啊，荣幸之至。开始吧。你确实比2年前进步很多，是我轻敌了。不过，你这样还不够。你必须要卸掉我身上所有的武器才行，否则只要你一不留神，就会被我反攻。需要我告诉你武器藏在哪里吗？第一把匕首在大腿的外侧。你多犹豫1秒，危险就越大1分。很好，你解除了第1个危机。哦，好像是的。那剩下的2件武器，你自己找。恭喜你，解除了第2个危机。友情提示：最后藏武器的地方，我很有信心。打算放弃了吗？好，我不说话，你继续。
做得很好，现在只要你不松手，我就无法反抗。我从来没有小看过你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很厉害。那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放开我了？夏言，你们在里面吗？我可算找到你们了，校长让你们马上去他的办公室。具体我也不清楚，总之你们快去吧。看校长的神情，感觉情况很严重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先过去找校长吧。校长，您找我们？夏燕，你先把门关上。没错，我下午收到最新的情报，尹亚间谍2天后会在距离闽宁大学不远的祁县引爆炸弹。引爆炸弹，消息可靠吗？消息来源绝对可靠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关于炸弹的具体情报还没破译出来。之前安排在祁县的情报员和校内的相关老师，昨天都已经动身去了前线。前线的情况很不好。很不好啊！双方之间的纷争一触即发。其实，从1个月前开始，学校已经陆陆续续派出所有可用的力量去支援前线了。没错，不过从现有的证据推断，这次袭击，他们应该只是想用声东击西的策略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毕竟祁县并非重要的枢纽，尹亚城不会费大量的精力在这里。这次的目标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炸弹并解除危机。这种规模的任务，以前杨校带你们执行过很多次，我相信以你们2个的实力，完全可以独立完成。对，杨校还有别的重要任务需要执行，今晚就会秘密离开。虽然你们要过了明天才正式毕业，但你们愿意提前接受这个任务吗？校长，
我们接受任务。好，放心吧，你们是建校这么多年来我校最出色的2位学生。这不仅仅体现在你们出色的个人能力，还在于你们2个人之间无与伦比的默契。但是也不要轻敌，按照学校教你们的知识，随机应变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秘密专线。如果有10万火急的情况，你们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记住，响3下后就挂断，我会回拨。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没接到回拨的电话，那就意味着学校的情况也很危急。年轻人，别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啊，这是我们出任务的惯例。不要惧怕去想最坏的结果，因为只有在谷底，你们才有制胜的机会。我只是在临行前活跃气氛罢了。不过杨校总是说我效果很差，真的有那么差吗？有，您啊，还是适合维持德高望重的形象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们谈完后就出发。杨校会送你们去我们安排的情报基地，那里积压了一些跟炸弹有关却还没有来得及破译的重要情报。你们到了之后，先破译，然后再解决炸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很好，我等你们凯旋归来。来了，你们的行李让你们同屋的室友收拾了一些，不多，就2、3天的换洗衣服。我在里面塞了些钱，缺什么直接去买就好。杨哥费心了。没什么费不费心，本来这个任务不该你们去执行。要不是前线逼得紧，校长也不会把所有可用的力量派出去。现在要让你们2个还没毕业的学生去执行危险的任务，是我们作为师长的不称职。就算毕业了，你们在我眼里也都是小屁孩。杨哥，你总不能一直占我们便宜吧？没准我以后晋升比你快。你小子，算了，上车吧，我们出发。有时候越热闹的地方越容易掩人耳目。我检查过了，这里没什么问题。以前情报员都在2楼东边的书房破译，东西都在上面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几句话要交代。你们俩的身份是刚结婚的小夫妻，来祁县找做生意的门路。时间仓促，来不及安排更加细致的身份。要是有邻居问起，你们不要露馅儿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
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也该走了。杨哥，一路小心。知道，别送了。看来你也发现了，银压城间谍的目标比我们想象的更大。昨天，银压城的间谍假扮成商团，赠送5架装满物资的小型运输机，用来支持前线。但其中1架飞机的机舱里，除了物资，还有大量的定时炸弹。现在，飞机分别停在5个地方。这是一个问题。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把引爆时间定在今天下午？不仅如此，卫明饭店位于祁县中心，爆炸还会让许多普通百姓遭殃。而且前线情况不明，若是后方遭到攻击，对前线来说也是打击。只怕这只是开始。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定时炸弹的方位，还是先专心拆除吧。不行，他们能在祁县布置得这样面面俱到，很难说没有内应。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但我们不能轻易相信祁县的任何人。好，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再通知校长。校长一直没有回音，学校很可能遇到了麻烦。目前最直接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潜入饭店顶层，拆除定时炸弹。在接触飞机之前，我们不能暴露。如果我们以宾客的身份进入饭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先弄到一张请帖，看剧本让我们扮演什么，我们就扮成什么。山人自有妙计。我们先去饭店附近蹲点。哎，你别直接说出来啊，我这也是没办法。要避开在场内监视的人不难，主要是怎么不惊动守在电梯口的人上楼。
们试试看。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把他们藏起来。我们快上去！你先别动，我过去看一下情况。县长大人，我本来还想留你一命，但既然你撞破了我的计划，那我就留你不得了。不过，如果你愿意闭嘴，好好配合我们，我也不是不可以放你一马。你既然知道我是县长，就该明白这不可能。哼，嘴还挺硬。为了稀土矿，尹亚和米宁为敌多年，将无数无辜的百姓卷入其中，真的值得吗？当然值得，一切都是为了尹亚城的繁荣。看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！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学生？闽宁大学怎么会派2个学生过来？现在来不及解释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炸弹的情况。定时炸弹已经启动了。1个小时。县长，您的警卫队中有会开飞机的人吗？原来有，可他这2天请假回老家了。他们应该考虑到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提前支走了飞行员。我来开。
应该是刚刚的枪声惊动了附近的监视者。你们躲在这里，我去解决他们。你这是？去吧，小心点儿，不用担心，我这把老骨头会保护自己的。再坚持一下，这里属于闽宁城境内，他们的人手不可能一直前来支援，我们一定能找到喘息的机会。没事，一点小伤。来不及拆除炸弹了，我把飞机开走。别担心，我有分寸。这样的情况以前杨哥跟我演习过，演习时间比这还紧张，最后我们还是安全返航了。再说，希望总是伴随着危险，眼下还是要冒险试一试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还需要知道哪些具体信息？定时炸弹的剩余时间，还有26分34秒。滑油箱，我看一下，应该够飞行100公里。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加油，请指挥中心马上规划最短的安全路线。准备2分钟是吗？好。谢谢。我有件东西希望你帮我保管一下，在飞机上带着不方便。秘密，等我回来再告诉你。啊？好，我尽力。
我带你过去。你在指挥中心？之前在顶楼打斗的时候，子弹打穿了滑油箱，导致它少量泄漏。我本来以为至少可以支撑单程飞行，但现在看来有点困难。县长和你在一起吗？我在。我会尽可能把飞机飞到远离旗线的地方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请您提前疏散民众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好，我等你。好，我马上转过去。什么？没关系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我没事，就是飞机出了点状况。我没把你。你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我在，我已经进入了安全区域，爆炸应该不会影响到旗线。看来，我们又一次完成了任务。
的驾驶座卡住了，现在动弹不得。别难过，你这样，我还记得我们大一入学时的宣誓吗？我愿化身微光，用尽所有的光与热，守护家乡和平，同胞安居。让每一个孩子不必受离乱之苦。不要为我哭，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完成自己的理想。为了守护百姓而毁灭，我死得其所。所以不要哭，好不好？我想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还有些话要对你说。我怕现在不说，就没有机会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选择情报专业吗？因为我相信，只有掌握足够重要的情报，才能早日结束纷争。而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情报员。只要你愿意，一定可以让闽宁城早一天回归平静。那就好。最后，希望你余生平安喜乐，得偿所愿。还有我，你别太难过了。香烟他完成了他的誓言。他在留音笔里留下了很多东西，大部分都是跟如何应对尹亚城入侵有关。校长说他的那些方案对闽宁城后续的布防很有帮助，甚至可以提早结束如今两城对立的局面，让和平早一天到来。
我早就知道他不是池中之鱼，可惜。还是你了解他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在录音的最后发现了一段摩斯电码，应该是夏燕坠机前留下的最后信息。我们检查过，内容与两城的纷争无关，是属于夏燕的私人简讯。我想，这是录给你的，你慢慢听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啊，还有，这间办公室下午都不会有人来，你可以好好道个别。他不会希望你一直消沉下去。这应该还要晚点才能准备好，我们先说会儿话，好吗？哦，这些都是我刚上大学时跟杨哥一起买的，算算也穿得差不多了，该买点新的了。当然不会，现在闽宁城已经恢复和平，我怎么可能带那么多武器在身上？那是因为里面确实藏了别的东西。秘密，你想知道的话，可以自己来搜啊。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在这里藏了2张电影票，打算兜完风再请你去看电影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谢谢你替我保管的这么好。准备送给一个我1年前就想要送的人。你还记得我们毕业前学校特意举办的送别舞会吗？是啊。其实那天，我计划在舞会结束时，借着送珍珠发夹的由头，向你告白。因为我们有一次去珠宝店执行任务，无意中发现你多看了它几眼，当时就想买来送你。只是没想到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，紧急任务、飞机坠毁、山水相隔、前线危机。好在如今闽宁城正在逐渐恢复平静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因为爱而让对方余生痛苦。以前，我最大的心愿是家园和平，同胞安居乐业，为此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。但后来我遇到你，我才发觉自己有了更多的希望。
我想和你一起走到光明的未来，所以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光明正大的参与你的人生吗？好，那我帮你戴上。